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看蔡小强新的一期的《刀塔2》现场直接视频啊！咱们今天来讲4号位宙斯，今天的第一视角是 FY 森哥打的这个宙斯啊。其实宙斯打辅助一直都挺有争议的，对吧？尤其是在路人局中啊，大家无脑的选一些什么4号位、5号位宙斯啊，不仅自己独流推线打钱，还把大哥保崩了，然后呢，团战各种送，是吧？就是因为他们怎么说呢？并没有在合适的阵容之中选出来。其实 DOTA 2这个游戏它很灵活的嘛，你只要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情况拿到了合适的英雄，它就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咱们今天就来主要讲一下，首先。你要想拿宙斯打辅助啊，尤其是就是4号位、5号位不是很推荐，因为宙斯它毕竟是一个比较吃等级或者说比较吃装备的英雄。打5的话，它的等级跟装备肯定是非常受限制，那么并不能发挥出它中期那个技能爆发的威力，是吧？打4比较合适吧。但是就算打4，也有一个很多的前提条件。咱们先来看一下野方这个阵容，它的1号位龙骑士、3号位兽跟5号位蓝胖这3个英雄具备了什么？第一，前排。对吧？龙骑前排，兽前排，蓝胖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就是肉度的一个英雄啊，有不错肉度的英雄，并且他们3个都有开团或者说是有控制能力，这个很强。然后中单黑鸟呢，具备了一定反手能力，其实先手跟反手已经差不多都有了。其次，龙骑跟黑鸟这2个英雄啊，它都是需要装备堆积才能有威力的。这个很好理解吧？它不像什么，比如中单黑鸟，它不像什么火女啊，或者说是什么紫猫啊那种英雄，就是噼里啪啦几个技能一摁，就有很高很高的爆发了。黑鸟跟龙骑一样，都是得需要一点点打钱，一点点把装备攒起来，它才厉害。所以说这次阵容里面就感觉是什么？就是夜眼方这个阵容是控制很足，对不对？但是呢，前排肉度也很足。但是在前中期打架可能缺一点输出，是不是这种感觉？所以说在这2个前提条件皆满足的情况下，就是有前排，有控制，那么你缺一点输出的时候，选一个宙斯这种英雄去打4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宙斯他只要有一定的等级，就能够靠他的技能打出非常高的一个爆发啊。但是他自身比较脆，是吧？然后经不起冲脸。然后自身也没控制，带不了节奏，所以说需要队友互补。这么一来，条件满足了，所以这局选宙斯打4才是可行的或者说是合理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要说什么看了一下，强哥今天讲了个4号位宙斯，我也去试一下，是吧？不能这样子啊，不能这么说是就是啊，一定要先满足阵容选择的前提条件啊，再去说我去打个什么英雄，这才是一个正确的 DOTA 选人或者说是 BP 的一个思路啊，千万不要看见啥就想玩啥，那么瞎逼玩的话，大概率是要输的。好，然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宙斯这个英雄，他这局选的命时啊，这个欢声雷动，是吧？先不说这个命时，先说下对线吧。这一局其实对线是一个很难打的一个情况，因为全能这个英雄他在保线的时候，尤其是打兽这种憨英雄的时候是很厉害的。他可以给这个兽加血呀，还有他那个3技能，对吧 ？A 人的时候减速，然后这个兽是想伤害凯不好伤害，并且呢自己那个塔可能也不好发挥，所以说这一局对线一定是不太好打的。好，然后凯是收掉了这个兽，然后 FY 是6死了这个全能骑士，然后这个凯好像是有鞋的，哇，跑好快，然后可以一会儿看一下，好，果然有鞋的有鞋的，然后这波是杀了一个宙斯，凯拿了一波双杀，这么一来线上有点劣势，是不是？这也是就是怎么说合理的啊，情理之中的，因为宙斯这个英雄他保线能力确实不强就是这个宙斯他保线确实有点差劲，所以说你们不光是选出这个4号位宙斯的时候，还要看3号位的人是什么。如果3号位是一个偏发育的人的话，那么最好不要选。像这局兽 OK 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兽这个英雄，他是一个标准的那种蓝领性的英雄，就是他自身条件都具备满了，他有突进，他也有一定肉度的技能，就是有自保技能，有突进技能，有一个硬控，大招硬控。然后控制、突进、肉度都有，就算他没有什么装备，团战的时候一个草鞋、大毛棒双护玩，他一样能够在团战的时候起到自己该起的作用，是吧？然后差不了太多，当然有装备更厉害，没装备他也能玩，但是呢，你选了一些如果是那种没装备就完全玩不了的英雄的话，那就不要用宙斯去保他，容易保崩啊！我只能说是容易保崩。好，然后
但是不管咋样啊，这个线是能接受的，对不对？就是全能加这个凯来打这个宙斯加兽，只要这俩兄弟能混，在游戏中期开始就发力了。他们在游戏前中期对线的时候略弱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没有太大关系。好，来说一下这个命石啊，这个命石欢声雷动，静电场对附近的敌人就是造成更多的伤害。然后最高伤害就是你贴宙斯脸，它的伤害就更高嘛。然后离宙斯比较远就能伤害就是稍微降低点啊，这个无所谓，就这个天头就是个增加伤害的命石，这个不用理解就行了。另外一个命石不要选啊，另外一个命石不要选，就是那个尤其是打4号位宙斯不要选，是那个他这个大招是按顺序劈的，第一批先劈血最少的人，然后依次血第2少，血第3少，劈能劈5下。然后如果在劈的过程中有任何一批把那个敌人给电死了，那么后面的这个大招的顺序伤害就会增加，哎，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为什么这一局不推荐选那个命石呢？一会儿咱们来看啊，就是首先宙斯这个英雄打4号位的时候，除了他的主要起到一个输出作用之外，它还是有一些功能性的。它的功能性最大的来自于它的大招。第一，它的大招能在团战的时候第一时间开团嘛，啪一个大招一炸，整个屏幕就亮了。所有的敌人的位置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先手打谁或者后手打谁，这个既可以配合队友打爆发，比如说龙骑士跳端，举个例子啊，或者说兽跳举，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秒一个人，我就直接开大配合队友的输出，一套把他秒了，打一个全球流。第二呢，在我方开物准备抓对方的时候，我们猜对方应该在附近，雷达扫到了，对吧？雷达扫到了，有看到敌人了。这个时候呢，宙斯先手啪一个大，对方的人全亮了，我们就能很好的判断先打谁再打谁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啊，也是这一局最重要的，对面有一个关键先生，就是开团的关键先生，甚至是对方唯一依赖的开团人是谁？猛犸，对不对？就是这个中单猛犸。这中单猛犸，你看他这个跳刀已经预购了啊，已经预购了，就是他很快就会出跳刀。宙斯在打团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他可以通过这个大招来劈到所有人，当然也包括猛犸，于是乎就能打断他的跳刀了啊，这个很好理解吧？于是猛犸它既是一个敌方先手，也是一个敌方反手。就比如说我方的兽一举，龙骑士跟进输出，黑鸟站在龙骑士背后输出啊。如果是这么一个样子的话，看一下直播，哎呦，这个全能骑士嗑芒果嗑慢了，当时我听着他叮嗑了一声芒果，他嗑慢了，但第一时间应该是没有蓝放这个鞋里的，然后凯没看见是吧？然后那个凯以为他有蓝，结果就硬拼，这波应该是全能的果，但是不管了啊，继续说。然后你所以说有宙斯在的话，他这个跳刀，如果你是打先手的话，先手一劈，这个猛犸是跳不出来的，是吧？猛犸跳不走，你们就可以对猛犸进行先手，或者说什么猛犸不动猛犸动他的队友，动猛犸的队友，但是猛犸不能用跳刀去救人，这个非常关键啊！不然的话，你比如说你们去动这个凯或者动全能骑士，龙骑输出，黑鸟输出，猛犸一个扭头大，哇，大俩大哥完了啊，是吧？一个扭头大俩大哥再顶回来，直接团战就瞬间爆炸了，这个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所以说，宙斯更重要的是要在那个第一时间交大招，打断猛犸的大招，阻止他去打反手救人啊，或者说先手开团打我的队友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宙斯一般就带这个命石就行了，不用带那个什么按顺序劈的那个没有意义，因为你先手开大招肯定是电不死人的，对方都是满血，是吧？所以说那个命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好，宙斯这个2技能来看下这波啊，这个2技能大家应该都知道是有一个反引的，它不仅反引，而且是高空视野反引啊，非常高贵啊，高空视野。哎，这波好像有机会，牛逼！哎，这波是这个宙斯在用他这个2技能雷击劈那个高台的眼的时候，是把全能骑士给吸引过去了。然后导致全能骑士去跟 FY 的这个宙斯缠斗，然后这个时候呢，兽抓住了一丝机会，当时的凯血不满，直接是一个踏加突啊，突把凯单杀了啊！当然了，我们的森哥最后精准一 K， 哎，是吧？然后说我是补输出的，我没 K， 是吧？就是精准的一记补输出啊，然后配合兽啊收掉了一丝血的这个凯啊，非常的关键啊！继续说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由于它这个雷击它是可以反引的，所以说它跟那个2号位中单宙斯打法就不一样了。首先它这1技能火星闪电对线的时候别放啊，就是前期对线别放啊，因为这个玩意儿你放上1-2次，兵线绝对就牢牢的推到了他们的这个对方的这个1塔前了。
这么一来的话，如果对方的英雄两个人站在这个位置不用眼，为什么？因为用真假眼封野的话，会被雷击把这个眼反掉，让宙斯。所以说一般来说打宙斯用眼去反野的话是比较蠢的。你看这一局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这个大野小一点都没有真假眼的存在，就是这个原因，不是酱油偷懒啊，是因为有宙斯有雷击，所以说用眼封野没有意义。所以一般来说就是用人肉去赌这个整数分钟，比如说55秒的时候你往过走，哎，59秒站那是吧？然后一封住之后呢，这个时候呢他没有野可以拉啊，没有办法推兵线。这个时候他就可以通过这种人肉封野把兵线牢牢的控在塔前了。就说一般来说，宙斯不要随便用这个红衣闪电，在对线的时候用这个雷击啊，消耗对方的血量就可以了啊。好，兽是配合宙斯杀了个全能骑士之后呢，然后自己卡视野去 TP 回家了。好，宙斯也 TP 回家。宙斯对线弱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第一，他前期他是没啥技能的，就比如说到3、4级了。尤其是3级的时候，它是2级雷击加1级神圣一跳，对吧？也就是说是神圣一跳，它是一个保命技能，平常不会乱用。真正的伤害技能能伤害到敌人就只有一个雷击，也就是说是别人3级有甚至3个技能，你到3级就只有1个技能，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他第一，他对线不是很厉害。第二的话就是说他那个回蓝，他的宙斯其实是比较偏蓝的，耗蓝较高啊，并且他自身没有什么回蓝能力，所以说你们在对线的时候不要随便买这个空灵挂件，这个东西对于辅助宙斯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啊，很贵，505块钱，对吧？很贵的，还不如买个这个异人面罩，然后呢175块钱加 0.7 的回魔，或者说是这个225块钱的凝魂之泪 0.8 的回魔啊，这两个加起来都不到500块钱，对不对？然后那个性价比非常的高，哎，然后呢且回魔很快，且买那个异人面罩后续还可以合成秘法鞋。好，然后继续说刚才那个问题啊，除了就是对线的时候不要学这个红星闪电随便放，第一是推线啊，第二伤害的话，关键是功能性伤害不如这个雷击高，然后第二就是说是这个雷击它主要是在你没事儿的时候，它并不是用来那个推线打野的嘛，它是你去在地图上跑一跑，左跑右跑，去通过雷击把视野清一清，这样的话有一个自由人宙斯啊，在地图上乱跑，很容易就把整张地图敌方的视野清得一干二净啊！只要你是一个有经验的这个酱油，哎，这个兽发狂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兽突然就顶进去了啊！然后他不管他了，然后所以说他没事的时候就在地图上晃一晃。然后龙骑士来到了下路，然后宙斯一个人来到上路，把这个兵线稍微的收一下，混一下溜。因为龙骑士打那个谁，龙骑士打伐木机是没法打的啊。简单来说就是伐木机这个英雄打龙骑士的单手操作，随便打龙骑士不可能打得赢伐木机，对吧？所以说这个伐木机这条路肯定是有优势的。不过好在就是龙骑士刷钱快，那么既然我打不过你，我就把一塔放了，就跟咱们之前讲的龙骑士很像嘛。我就把一塔一放，对吧？我就纯打野，你爱推吧，推到2塔跟前了，我收2塔的线。然后我纯打野就行了，不要守一塔，守一塔守不住，守一塔甚至就是你守一塔把自己人还死了，还守不住，然后伐木机无解肥，你无解穷，倒不如就是我让你肥，对吧？我跟你对肥就行了，我自己打野，这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啊。好，这么一来的话，龙骑士自己打野，自己推线，然后上路线控了，宙斯过来稍微的收一下啊。一个合格的4号位是要会找钱的。好，这波猛犸跳刀第一波，猛犸刚才应该是跳刀出了，结果一直藏着，不想露头。因为他露头的话可能会吃宙斯大，导致他第一波的这个大招 gank 失败啊。刚才是一直藏的那个，就是应该是自己打野偷偷的摸了一把跳刀啊，摸出来了。这么一来的话，猛犸的那个跳刀暴露了。宙斯咱们看一下，这个宙斯的大招是130秒，对吧？猛犸的大招是120秒，反正就是说是他们俩大招基本上是同步的。所以说是如果你用你的大招断了，猛犸一波跳，猛犸第二波被迫的。就是放了一个不太好的大，那么你下一波的时候，你的大招刚好，猛犸的大招也快好了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好，宙斯这一局是先选择了出 A 仗啊，咱们来说一下，有人说他为什么不出以太？不是看很多宙斯都是先出以太的吗？出以太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说是你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远程输出型的英雄了，对吧？他是要站在远程，用1技能电、2技能电、1技能电、2技能电持续输出了。那么这局持续输出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对方切入能力不强的这么一个条件啊。看一下这波兽突进来，然后宙斯跳一下一个雷击，好精准一个大招啊，对吧？我森哥不 K 头，森哥只是补输出，只不过恰巧当我该放大的时候，全能骑士没血了而已，哎，对吧？就是精准的大招啊，配合这个兽是收掉了全能骑士啊，这个问题也不大啊。好，继续说刚才那个问题，就说是。
出那个以太是为了把自己当一个持续输出打，那么持续输出就有个前提条件，对方打不到你。就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对方的大哥是个龙骑士，中单是个美杜莎，3号位是个斧王你等，因为他们完全依赖斧王打先手，你先往后站嘛，你等斧王跳火了，那斧王就不可能再跳火到你了，因为他只有一次位移的机会，对吧？靠跳刀，这么一来的话，对方1、2、3大哥甚至4、5号位都打不到宙斯，宙斯有非常舒服的一个输出环境。那么你像刚才咱们假设的那一局，你出个以太之境去打输出没有任何问题。这一局对面都挺灵活的，而且能打到宙斯的技能还挺多的，对不对？像什么伐木机勾树啊，然后或者说是那个凯用勾树勾进来，或者说凯用1技能追着宙斯砍，或者是猛犸拱什么跳刀，对吧？各种技能其实它的输出环境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他就果断的选择了出这个 A 杖。那 A 杖完了以后，可能还会出刷新球之类的，然后去打一个远程雷击大招，就是雷云大招的这么一个流派吧。猛犸在旁边想搞事情，森哥反应还是很快的，对吧？就是这种感觉，他对方肯定会来找宙斯的，宙斯输出很高，因为对方也知道现在他们这个一眼方这个阵容14、15分钟的时候，黑鸟跟龙骑士装备未成型之前，他们的输出并不是特别的可怕，但是真正高的其实是这个宙斯，对吧？只要把这个宙斯切了就行了。好，看这波大招还有24秒，刚才是那个精准 K 到了全能骑士啊！这波猛犸一个拱大打了3个，哇，这个输出非常爆炸，黑鸟是直接暴毙了。然后龙骑士下来一个端到了凯这波，然后伐木机勾进来，你看就是这个那个谁，这个宙斯的输出环境没那么好，他被对方随便吃几个 AOE 技能是吧？然后对方的突脸技能突了他身上，他很容易死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局不出以太之境的原因了。好，这波双方一个小摩擦然后互换了一个人头，问题不大，9比8然后几乎是持平的一个平局。来看一下这个黑鸟魔龙枪双挂件这个挂件这个道具只适配于黑鸟，就因为它尤其是双挂件，咱们说的详细一点，双挂件只适配于黑鸟，因为它要的就是这个3%最大额外魔法值，因为黑鸟的1技能跟大招都是根据自己的这个魔法值来定的，对吧？伤害来定的，所以说黑鸟的魔法值越高，这个1技能跟大招的伤害就越高，因此好像只有黑鸟适合这么出，就双挂件。这边顶过来2个，这边刚抬起来就被奶绿的这个沉默打断了。好，猛犸这几波有了跳刀之后的表现非常的亮眼多次带节奏，但是一眼方的黑鸟跟宙斯这一波补输出也是补得很及时，杀了对方双酱油，还在追着宙斯砍又是一刀切到宙斯，自己吸能不能吸起来？应该吸不了。你看，就是其实宙斯他的这个环境不是很舒服，这自己也脆，因为这个辅助宙斯嘛，也装备也不好，被对方一些有收割能力的人贴脸了，基本上就等死了。不过这一波是打赢了，打赢了之后呢，配合龙骑士推掉了中1塔。好，宙斯继续找机会刷钱，因为对方因为有了 A 杖之后，而且夜方的定位英雄非常的多嘛，对吧？就是像龙骑士的端控制时间很长，然后那个兽的举控制时间也很长，这种长时间的控制配合宙斯的这个雷云，就有了 A 杖之后那个额外技能雷云配合打输出效果是非常好的，能垫好多下。然后这个时候就不要着急买这个魔晶了，这个魔晶没有意义，魔晶是为了打钱刷后期的，你在中期选4号位宙斯就是为了让你在中期补输出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咱们刚才说了，就害怕中期输出不足，所以才补了一手宙斯。好嘛，中期开始宙斯买了个魔晶刷钱去了，大家都没输出了，都是大哥是吧？千万不要这么打，一定要明白自己的定位自己选出来是要干嘛的。好，这个时候队友4个人去打盾了，宙斯一个人露个头去推线这其实就是麻痹对面，对吧？就给对面说，我森哥在刷钱呢，对吧？队友没有打盾队友没有打盾，那个我们是正常运营好，这边是拿了个盾，龙骑士带盾。这波龙骑带盾，然后可以尝试着推一下对方的1塔，因为对方并不想动这个本来就死肉的这个龙骑。好，又是一个雷击，劈出来个针眼，针眼不要动大家以后记住，
碰到真眼不要反，很多新手都觉得啊，对面有眼咋能不反呢？假眼反也要看情况，尤其是真眼，真眼更不要反，因为你反真眼没有意义。对面就是个裸真眼，你就算往上面插了假眼，对方都看不见，对不对？然后呢，你要是一动手，哎，对方就知道了，对吧？你们这儿来过人，而甚至你在反眼的时候，可能会被周围的人什么猛犸一个拱回来。尤其是假眼，其实反眼的时候比较危险，尤其是周围有敌方英雄在的时候，你看见假眼的同时，假眼也看见了你，哎，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嘛。然后你看见假眼了，假眼看见你了，那么你就暴露在敌方视野之下了。但是你第一时间看不见对方的人在哪儿，你贸然反眼其实是比较危险的。一般来说，反眼就是确定了对方的人不在这儿，你再去反，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常识啊，很重要啊。好，然后队友在带节奏，宙斯就是过来清线，打野，把他的 A 杖先保出来啊，就是他觉得这个时候 A 杖很关键，因为队友在带盾啊，那个正面打起来的话压力不是很大。他刚才这个大招就是为了开视野的，或者打断猛犸跳刀的，咱们说了，4号位宙斯一般的大招都是队友动谁了，直接起手就大。第一就是帮队友补输出，哎，第二就是断猛犸跳刀，第三就是看对方的人的位置啊，千万不要在团战的时候 K 头啊！你说咱们这个遭遇战，你都知道对方4个人在上面了，1个人在下面，对吧？比如说这种情况，4个人在上，1个人在下，你们去抓下面落单的那个敌人的时候，你就是起邪念了，是吧？就说我要 K 个头 ，OK 不？哎，行。但是呢，千万不敢在团战的时候，对方就是5v5那种碰撞的时候去拿大招 K 头，那大概率要出事了。好，这波好像是想搞事情了，对方的人莫名其妙在中路就是集合了一下。好，蓝胖过来反走眼，宙斯没事过来也可以记一记、劈一劈啊，看一下对方的眼的位置。他的 A 杖就差2个兵啊，就这2个兵，谁都不能跟我3哥抢。哎，这个车子也是我的。哎，你看。这就是对霸啊，对霸就是这个样子，对吧？兽也得走，哎，是吧？兽也得走。3号位，你给我走开。好，不过这波确实是有必要的啊。A 杖好了 ，A 杖一好，哎，看见了一个猛犸，然后猛犸是在偷钱嘛，对面的那个就是敌人的家里面被刷干净了，啊，猛犸是直接跳走了。我这边是一个精准的雷击，哎，找到了 TP 的猛犸，是打断了 TP 啊，配合队友杀掉了猛犸。这个雷击放得很准啊，因为当时那个蓝胖扔饶平的时候，猛犸是用跳刀跳走的，跳的位置也就是树坑那一片是吧？你找一下就找到了，很精准啊，精准找到了 TP 的猛犸。好，莲花池子里面一堆花啊，然后采一下。现在等一会儿12级，其实12级，差的不多，差175点的猛犸伤害，差的不是很多。宙斯这个大招如果能够根据等级来降一点 CD， 那就更好了。130秒，说实话略长啊，真的130秒略长了。好，队友随时准备打，咱们要看一下他这个大招放的时机啊，就是基本上是队友动到了要开团要秒的那个人，这个伐木机肯定不是要秒的，对吧？就是意思一下啊，一会儿动到了全能或者动到凯了，那就要开大了。好，直接大招先劈一下，看见猛犸的位置了。兽拱过来，然后那个宙斯又是一个精准的雷击，配合兽啊，兽是把一个人拱到高台上了，然后再配合雷击是杀掉了全能跟奶绿，双酱油全死。哎，这边猛犸由于第一时间，你看这就是宙斯大招的一个威力啊！第一时间由于他被宙斯大招断了以后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场，导致是双酱油全阵亡，还逼全能骑士买活了。他第二时间姗姗来迟了，虽然说杀了黑鸟，但是第一时间的团战碰撞总是吃亏的，哎，就是这个道理啊。但是那个大招别那个开太早了，不要说要准备打了，啪，你把大招一开啊，行，两军还离10里地呢，对吧？你就把大招开了，那你就起不到就是在关键的那个节点断猛犸跳刀的那个作用了，这个很好理解啊。啊，伤害判断很精准啊，他知道自己不用交这个雷击一样也可以。哎，看见那个凯放了个大招，宙斯先往后拉一下，防止被凯切。好，猛犸拱过来，但是这波猛犸是没有大的。然后伐木机开了他那个 A 杖盾，很肉啊，大家都不想打啊。这个
受这种力量英雄拿伐木机确实不好搞啊。双方又是一波人头互换。好，伐木机勾树 TP。其实现在这个局势之下，由于龙骑刷的很快，你看领先6000，其实双方的对位的英雄的经济咬的其实挺死，就是龙骑是刷的快啊。你发现没？强哥给你推荐的很多大哥都是说刷的快就厉害，就是这个道理，这是万古不变的 DOTA 真理。只要你在路人局中会刷且刷的快，装备碾压，你去打架就容易赢啊！这是很简单的道理。然后，并且这个阵容吧，咱们就说打到中后期了。我个人感觉夜眼方非常好打啊，夜眼方非常好打，就是夜眼方有很大的一个主动权，他们一旦开团了，猛犸是没有办法打反手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就是这确实没办法的，就是只要看到人的宙斯先手劈大，一定是我方动先手的，对吧？这个很难搞。然后并且什么伐木机啊，是吧？然后那种海的这种输出。啊，龙骑黑鸟不太好打，他们后期是站得住的，然后那个输出也比对方高一些。咱们就往后看吧，反正这个就感觉夜眼方的阵容黑鸟加龙骑太扎实了，所以说夜眼方他现在可以不用着急，慢慢的耗一会儿啊，耗到中后期了，然后那个等龙骑的黑鸟的装备再更新几件再打，会更加稳定。咱们来看一下，黑鸟现在大推飓风长戟，然后巫师之刃，这个巫师刃到时候合成一个圣斧就巨强啊，黑鸟有圣斧是质变了啊。龙骑士 B 章 BKB， 就是 B 章 BKB 风脸对剑啊，这个其实已经成型了，他最后一件想出一个下一件，想出一个这个否决，有了否决了，切谁都好切。然后现在其实就能打了，然后夜眼方现在可以再等个盾啊，因为现在25分钟，现在盾也快刷了，第二代盾有个第二代盾的话，盾一代，不管是给黑鸟还是给龙骑都行啊。然后那一波推进，感觉夜眼方就很难，天元方就很难守了。哦，对方的人都不见了啊！宙斯稍微的藏一下。好，兽也是往后缩，因为哎，看一下这波，果然是对方开雾来动手了。第一时间兽是把大招开了，不是 BKB 开了以后，感觉是打不动这个兽了，因为 BKB 开猛犸的大招也交过了，应该是搞不了了。那么对方在那个位置去抓人，还没有抓到。看出来对方也挺着急，对吧？对方想打破这个僵局，不想让夜眼方就这么刷到后期，因为后期的龙骑跟黑鸟确实搞不定啊，对吧？这个是没办法的。你像刚才那个局面，如果你有大的话，就可以开一下，是吧？开一下，然后如果发现有人了，那就发现人在哪儿了，那就避开对方的人，继续刷钱。发现没人了，那就开雾了，那就好好去往后缩啊，缩到家里面，别乱跑。好，这边一个大招看见对方人的位置啊，然后把伐木机1秒，可以考虑推一下2塔。伐木机62秒呢，时间很长。好，这边给一个雷击，雷云是吧？这个雷云配合龙骑的那个盾击，那个端控制时间很长啊，直接是杀掉了奶绿，并且黑鸟也是完成了一波3杀。这个眼就是因为刚才他们是在这个位置抓的兽嘛，啊，这边是猛犸一个果断的扭头大过来了，不是一个回顶。回顶加大，然后是这边不过是被凯抓到了，这就我说的，你在反眼的时候，对吧？你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你；你反眼的时候，你看见了眼也看见你了。所以说他反眼，凯知道下路不好守，因为伐木机掉了嘛，他就来中路带线。这个时候呢，宙斯去反眼，凯就直接开大招找到了宙斯，就把他切掉了，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那个刚他们在这儿抓这个兽，这块肯定是有眼的，宙斯就过来反一下，结果被凯抓了，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好，森哥补了一个慧光啊，有了慧光之后 ，A 仗慧光，下一件刷银球。这个28分钟是猛犸准备过来抢这个经验符，抢到了，但是自己也被收了，后面还跟了个凯，后面可能还有人，但是由于猛犸倒了，对方唯一开团硬控点。不在了，所以说，这个团肯定是打不了，因此安全啊，不用太害怕。对方的阵容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猛犸是对方唯一开团点啊，甚至是唯一硬控点，对不对？在这种唯一开团、唯一硬控的情况下，他又被宙斯克，所以说对方的团战真的是很难打的。
他们一定要在这段时间内找出一些机会。龙骑士在上路带线好像有点危险，是貌似有人都漏了，然后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宙斯的大招还有10秒钟，不过猛犸是倒了，对方应该不敢动手，对方只是怕猛犸倒了，然后对方去打盾，应该是过去牵制一下，应该是这么一个意图。然后盾也确实是刷了，这波可能挺关键的，谁拿到盾了，谁就能掌握下一波主动权了。刚才是宙斯是 S 厉害大招是吧？就是这个宙斯这个英雄，他放大招的时候，由于是全屏敌人都能听到，所以说他那个大招一放，音效先出来，你再一 S 就是让所有人都能听到宙斯那个大招前摇的声响很好玩啊。好，果然是卡了猛犸的那个就是复活的一个 timing 去打了一波盾。这波龙骑士再带盾，龙骑士这波拿着盾就几乎无敌了，装备满的龙骑士，这个真是装备已经满了。然后下一他再出个撒旦，就是否决也好了。这个龙骑士已经处理不了了。哎，这边龙骑士一个盾阶达到全能，配合宙斯的这个雷云，哇，这个伤害也太高了，一个大招炸出来对方所有的人，然后看见了凯的位置，凯知道跑不了了，只能开 BKB 了，不然的话可能会吃技能。好吧，然后开着 BKB 跑了。这波是杀了一个全能，打了一个凯的那个 BKB， 但是龙骑士的变身刚开过去后，应该能不能够应该够推盖他。然后看黑鸟是跳刀圣斧再走 A 杖下路的猛犸好像是被抓了，对方现在慢慢的有一点团战不好接了，确实是不好接团，不是说对方没有输出你像对方如果猛犸能大过来几个人，然后这个时候呢，伐木机一套技能配合凯的输出其实还是非常高的，只不过就是只不过就是猛犸不好发挥，猛犸不发挥对面全团哑火。好，猛犸买活，因为不买活要上高了，这波要发狠了，是要杀这个龙骑，但龙骑是有盾的，哎呀，完了，这波发了狠也没用伐木机开始吸瓦想减速，对方拉扯一波就杀了一个酱油蓝胖，并且龙骑士还把眼反了，这么狠。然后龙骑士虽然说有盾，交盾了之后蓝胖买活，这波很关键兽开启了 BKB， 再顶了3个人，黑鸟过来有没有关这边是兽用举断了一下伐木机的勾数的那个抬手宙斯雷云一交。龙骑士虽说没有变龙，但是在肉身情况之下，配合 BKB 别人也是处理不了的。黑鸟这个时候输出已经有点挡不住了，跳刀加大招一波双杀，然后看见奶绿，给个否决然后这波打完对方应该团灭了。最后蓝胖又一个减速到全能骑士，黑鸟2下直接杀掉。黑鸟这个输出太可怕了这波黑鸟又是一波4杀然后打完之后感觉局势已经彻底没救了游戏结束了，甚至可以说真的是游戏结束了。其实这就是宙斯4号位宙斯最重要的作用。咱们看再总结一下，第一，自己方前排足够，对吧？然后呢，控制足够，他选出来是打前中期补输出的。第二呢，对方是唯一的这种靠3号位开团的这种阵容。我拿个4号位宙斯，我就开大断你跳刀，雷云断你，对吧？带着各种断你，让你根本打不出来，同时辅助队友打输出。这么一来的话，对方3号位哑火，没有开团点，没有反手点，我方随便开随便打，而且输出还高高的，是吧？并且能拖过中期，这就是4号位宙斯的一个作用了。今天大家看完应该会用了吧？行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感谢大家收看，我是蔡国强，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